6月17日，德国总理梅尔茨在接受德国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非常直接地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称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杀戮是在替整个西方世界干脏活。他还说，德国也是伊朗恐怖主义政权的受害者，伊朗政权让全世界生灵涂炭。他表示，对以色列方面的勇气怀有最大敬意。他的这番大实话揭露了包括德国在内的美西方国家看待以色列袭击伊朗的真实态度。随着不断升级的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越来越流露出美军介入的意愿。据说，美国航母战斗群马上就能抵达阿拉伯海湾，情况对伊朗越来越不利。Das ist die Drecksarbeit, die Israel macht, für uns alle. Wir sind von diesem Regime auch betroffen. Dieses Mullah-Regime hat Tod und Zerstörung über die Welt gebracht. Mit Anschlägen, mit Mord und Totschlag, mit Hisbollah, mit Hamas am 7. Oktober 2023 in Israel. Das wäre ohne das Regime in Teheran niemals möglich gewesen. Die Belieferung Russlands mit Drohnen aus Teheran. Ja, Drecksarbeit, die Israel da gemacht hat. Ich kann nur sagen, größten Respekt davor, dass die israelische Armee den Mut dazu gehabt hat, die israelische Staatsführung den Mut dazu gehabt hat, das zu machen. Wir hätten sonst möglicherweise Monate und Jahre weiter diesen Terror dieses Regimes gesehen und dann möglicherweise noch mit einer Atomwaffe in der Hand. 对于德国总理的大实话，德国政界主要是反对党对他的言论进行了攻击。比如，德国网红左派政治人物 Wagenknecht 批评说，梅尔茨的发言令人不适，笨拙失言。德国民众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先看德国偏右、偏保守的《世界报》网民评论，我们选几条关注度较高的评论。第一条，那些老面孔的条件反射式叫嚣，那梅尔茨说的肯定没错。咱们看跟贴，社民党、BSW 和绿党称梅尔茨讲话笨拙，我管这叫实话实说，请再多来点吧。再往下，当极端左派的代表人物气得口吐白沫时，就说明事情做对了。下一则，我向来受不了梅尔茨，但这次他至少展现了鲜明立场，而不是像贝尔伯克那样老调重弹那些安抚性的陈词滥调。德国似乎已经不习惯有人直抒己见，而是习惯在发表声明前先经过女性、反歧视、平等事务专员以及联邦政治正确办公室的层层审查。如果梅尔茨继续保持过去3周这样的作风，我甚至考虑投票给他，脱帽致敬。继续往下，我认为梅尔茨先生的说法完全正确。再往下，用词精准啊，梅尔茨先生，一针见血，看看那些卫道士们的反应就知道了。下一则，这是梅尔茨迄今为止最棒的发言，当然除了他选举前关于边境保护和难民的那些谎言。继续往下，我认为梅尔茨直言不讳完全正确。总的来说，这位联邦总统能够清晰明了地表达立场，尤其是让每个人都听得懂，这令人耳目一新，和他的前任舒尔茨完全不同。刚才那些偏右网民的观点几乎都是同意德国总理梅尔茨的说法。接着咱们看看中间偏左媒体《时代报》的网民评论，有1000多条，我们只选几条人气高的。第一条评论，梅尔茨完全正确，社民党的施特格纳完全错误。继续往下，这次我破天荒地同意施特格纳的观点，如果总理能公开收回这番话就好了。再往下，我向来不认同斯特格纳的言论，但这次他确实有理。梅尔茨发表这种言论实在愚蠢。不过话说回来，这显然再次暴露了他对法治的漠视。早在他不顾通缉令邀请内塔尼亚胡并保证其安全通行时，我们就该看清这一点。下一则，
确实令人不安。联邦总理竟对一场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表示尊重。不过，这位总理也曾邀请因战争罪被通缉的内塔尼亚胡访问德国。基民盟似乎并不那么重视国际法，这种言论还是不要再对俄罗斯说吧。下一则，昨天犹太总汇报主编在蓝次电视访谈节目中说，伊朗没有平民死亡。同样是他声称，当7万以色列人暂时撤离北以色列时，他说这至少是种族灭绝未遂。而现场没人想到要谈谈加沙的250万巴勒斯坦人，这是否同样构成种族灭绝？这清楚表明某些立场与现实相差10万8千里。再往下，你们都冲着施塔格纳开火吧？我也觉得他有时挺烦人，但这次他说的对，将一场带来死亡与破坏的行动称之为脏活，简直闻所未闻，缺乏尊重，有失体统。我甚至找不出合适的词来评价。在我看来，这个词充分暴露了梅尔茨先生的为人。下一则，令人震惊的是，这里的评论竟然在欢呼对国际法的践踏。顺便说一句，这等于把台湾问题的论据拱手送给中国。西方还如何让人再认真对待？不过也罢，法律如今似乎已被视为过分高估的东西了。继续往下，这些评论完全合理。以色列这次违反国际法的先发制人攻击，实在不该受到赞扬。再往下，事实就是如此。当空谈无济于事时，总得有人来干这脏活。下一则，对梅尔茨，我只想说，闻其人而知其人，他与特朗普的亲密关系已经显现无疑。继续往下，梅尔茨再次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和面具下的本质。左派分子、小阿拉伯人等等，这些言论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至今没人想到，这场对伊朗的战争并非源于当前局势升级或核武计划进展的威胁，而是多年筹备的结果。这场战争1年前就被策划好了，现在只是付诸实施。再往下，这个议题本身充满矛盾困境，现在大家应该都明白了。空摆理想主义姿态最无济于事。梅尔茨的措辞虽不精致，但却接近那个丑陋的真相。好，朋友们，刚才看到了这家偏左媒体的网民大部分是反对德国总理梅尔茨言论的。最后我们看看德国电视2台油管频道上的观众评论。第一条评论，我感觉所有参加 G7 峰会的总统都在给特朗普行稳手礼。继续往下，伊朗、石油、俄罗斯和中国，这局势要是彻底失控该怎么办？这里涉及的是世界最重量级玩家们的地缘政治利益。再往下，请注意对侵略战争的不同称呼：乌克兰和伊朗。下一则，这是教科书级的双标。继续往下，作为总理，如此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实在可悲，永远不要再有战争。再往下，梅尔茨先生，以色列周4发动攻击，伊朗周6才回应，请您多看看德国新闻报道吧。下一则，梅尔茨的言论简直难以置信，他的远见、魅力和理智都去哪了？这种人是怎么当上高官的？继续往下，当脏话这个词被随意抛出时，主持人齐默曼女士明显不自在，典型的施普林格传媒集团水准。再往下，疯了，这竟是一位德国联邦总理的用语。下一则，梅尔茨疯了。继续往下，这家伙选战后还在继续这种市井无赖风格，难以置信，毫无尊严，而且极度危险。他根本不行，绝对不行。再往下，我们这位总统真是个草包，太丢人了。
下一则，我们原以为舒尔茨是个差劲的总理，但这家伙才是真的极品。继续往下，该抓的人是梅尔茨。再往下，这个德国总理真是耻辱。好，朋友们，接下来绝大多数网民的评论都是反对他不当发言的。再往下看，主持人和梅尔茨用的这叫什么冷血词汇，这让人恶心。再往下，且将本次冲突中德国政界与媒体的表现同乌克兰冲突时做个对比。下一则，我感到丢脸，太难堪了。继续往下，本以为舒尔茨是德国最糟糕的选择，可惜梅尔茨更胜一筹，简直是终极灾难。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再往下，对新总理很满意，梅尔茨很好地代表了德国，在遏制多个危机源头方面似乎进展顺利。再往下，丧生的是双方的人民，他们不是肮脏的。下一则，终于有位自信从容、直言不讳且受人重视的总理了。继续往下，终于有位敢说真话的德国总理了。再往下，梅尔茨先生作为睿智正直之人，所持立场公允得当。下一则，德国又当起了附庸，太可悲了。继续往下，典型的愚蠢论点，这种人也能叫政治家？我们需要像勃兰特、戈巴乔夫和瓦格内希特那样的政治家。看最后一条评论，向梅尔茨致敬，至少在我看来，他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得出奇的好。好，朋友们，总之，有关频道上这些网民评论，大多数都不赞成德国总理说以色列攻击伊朗是在帮西方干脏活的言论。但普通德国韭菜的意见左右不了德国总理及德国亲以色列立场。那你们怎么看呢？请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见。